这两年炒得热火朝天的具身智能和机器人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看着就猎奇的科幻电影画面，真的会很快发生吗？欢迎来到我的全知道，我是达尔文。达尔文不是达尔文，但能让你进化成全球认知新物种。按赞、转发、评论、订阅，开启小叮当，喂饱你的好奇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啥是具身智能。其实它不是个新词儿，1950年图灵的经典论文里就有涉及。早在70年前，具身智能就被看作是通往 AGI 的路径之一，只是碍于那个时候各项技术尚不成熟，一直起起伏伏。很显然，当下这波具身智能的热潮得益于第3次 AI 浪潮的驱动。这波具身智能和以往大家聊的机器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智能化程度。比如这2年被马斯克大吹特吹的机器人进场打工，早在几十年前就实现了。原理就是通过给机器人设定一个程序，但他们在已知环境里完成规定动作。不光智能水平不高，而且还是被动智能，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什么叫该出手时就出手。然而到了神经网络时代，真正的具身智能得主动，就像电影里一样，通过感知获取关于世界的信息，接着把感知到的信息转换成机器可以处理的形式，比如把图像转换成像素值，把文本转换成词向量。在这个基础上，机器人自己做决定，和世界完成交互。还是有点抽象，看个演示就明白了。今年年初 Figure AI 发布了01的演示 demo， 观看量200万，是 Figure 所有演示视频中播放量最高的。实际上01去年就发布了，那时候的它看上去就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缺点心眼。但这一次它不但听得懂人话，有自己的规划，还完成了动作，向通用的交互场景离大步。同时也意味着机器人的市场定位很可能会从工业场景转向我们日常的生活场景，这才是具身智能市场火热的关键要素。这一点业内人士显然更早意识到。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它有专业人才能去用，我最好希望老年人也能用。那它最简单的就是我告诉他去干什么事儿，它上面的事情全是用 AI 都解决掉了。根据官方的图，我们可以看到01的构造是大脑加小脑加身体，这 GPT 充当了机器人的大脑，给了它灵魂，让机器人读懂语言指令含义，同时根据视觉画面进行推理，确认任务对象是谁，接下来该怎么做。接着开始调用小脑函数 ，Figure AI 提供的就是小脑加身体部分，根据大脑的指示开始运行算法，规划操作步骤，最后由身体控制执行具体的动作。听起来这个过程是不是相当简单？有一种 Apple Pen 的拼凑感。当时就有媒体说 ，GPT 加持了13天就这个程度了。通用机器人的落地好像指日可待。接下来我们只要坐等大模型发展成熟，然后直接上街口，具身智能还不得咻咻往前大跃进式发展？但真就这么简单吗？大脑和身体我们都好理解，机器人的小脑又是怎么运作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曾经写过一本著名的畅销书，名叫《思考快与慢》。他认为人类的大脑分为2个系统，系统1偏直觉，能够快速解决问题；系统2可以进行深度思考。但在生活中，我们95%的时间用的都是系统1，只有极少数复杂任务才需要调用系统2。就像只要我们学会了走路之后，凭直觉就能迈出步伐，并不用每次都去控制肌肉的用力方向。而这个系统1就是小脑，放在机器人身上，小脑就是连接虚拟和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层级，它会存放各种让机器人能动起来的子任务，把大脑看到决定要做的事儿交给本体去执行。在真实的人类世界里，这种子任务不计其数，但对机器人来说，每一样都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晚安，马卡巴卡。如果针对任何一个细小的子任务都设置一个模型，那么机器人需要处理的参数体积就会异常庞大。而小脑的用处就是尽可能简化模型，然后再调用，以此提升工作效率。在这一波基于深度学习的 AI 浪潮来临后，基于学习的控制也成为小脑训练中被热议的话题。比如这个写毛笔字的机器人，它的顿笔力道都实从大家，不需要10年苦练，一出手就是大师手笔，稳准狠。只要观察和学习专家或者样本数据，通过映射就能实现技能学习，这是基于模仿的学习，简单直接。但问题是模仿学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它不会写其他字，更别说应对生活场景中更复杂的任务。这就是 AI 领域常说的泛化能力差。另一种是强化学习，相当于把不会游泳的人直接扔进水里自己去学。强化学习粗浅来说就是大力出奇迹啊！早期的呢基于规则的，我们机器狗也是这样。如果遇到楼梯之后我怎么处理，遇到斜坡怎么处理？那现在的基于神经网络强化学习之后，它这种泛化能力就要好了，没有这么多的规则了啊。如果比如说他摔倒了，我就惩罚他一下；走得好的我就奖励他一下。他慢慢的就收敛到一个比较好的行走的方式啊。
听起来感觉和大模型的训练方式如出一辙。问题是，强化学习的缺点也显而易见，奖励函数的设置还需要伴随任务升级不断迭代，难度一路水涨船高。实际上，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还不是模仿学习或者强化学习，而是从20-30年前就开始使用的基于模型的控制。这种传统基于物理和数学模型训练出来的机器人，不光执行速度快，稳定性也高。所以现在主流的做法不是一股脑都转向学习控制，而是二者合力。机器人他们底层一定都会有一个就是基于模型的这种传统控制器在里面，那个才是他们的根基。我们呢都会尝试怎么样去把这种基于模型的控制和强化学习、模仿学习结合起来用。他们各自肯定都有各自的优劣啦，但如何把这些方法融合起来才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不过这条路上也有另辟蹊径，走得特别猛的。AI 教母李飞飞作为 ImageNet 的主导者，他的 ChatGPT 横空出世后，直接潇洒转身，继续寻找可以穷尽一生追求的北极星问题。他找到了空间智能。这是 AI 领域下一个前沿且难以攻克的挑战。李飞飞直接开了家公司，名叫 World Labs， 想开发一种世界模型。在这个世界模型里，具身智能不仅要能看到，还要预测事物未来发展，理解因果关系、推理和学习新技能。换句话说，就是在李飞飞的理想状态下，不需要教机器人具体的技能，他遇到难题了，自己就会尝试解决。原理很简单，李飞飞依然延续了图像识别时代做数据集的思路，构建了一个 3D 模拟世界，帮助模型采集数据和理解世界。当年 ImageNet 真正发挥奇效也用了10多年时间，所以高质量 3D 数据集的构建，目前来看仍然任重道远。他的团队也在同步尝试零样本的可能性，比如去年发布的 Voxposer 显示，机器人在接受口头指令后，语言大模型和视觉大模型一起工作，生成了 3D 指示地图。地图中既包含了在哪里行动，也包含了如何行动。只要把 3D 地图作为目标函数，用动作规划器合成操作轨迹， Voxposer 就能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任务。这个零样本路径目前来看倒是未来可期。从神经网络架构、学习法则到环境样本，深度学习浪潮下的具身智能还在克服重重难关。智能的问题尚待解决，那身体的部分足够成熟了吗？在这一波具身智能浪潮中，关于硬件部分讨论热度最高的就是人形机器人。机器人总得有个人的样子吧，说着挺容易，但针对自由度越来越高的人形机器人，软硬件的挑战同样不小。先来说自由度，这是个关键指标。工业机械臂一般是4到6个自由度，而特斯拉的 Optimus 1代有40个自由度。所谓自由度，就是机器人可以活动的轴数。以灵巧手为例， Optimus 一只手有6个主动自由度，分别是5个手指的弯曲和大拇指的平移。自由度越高，灵活程度就越高。自由度的数量落实到硬件上，就基本等同于关节中驱动模组的个数，主要就是旋转和直线关节。别看都叫旋转，人形机器人身上不同部位的功能不同，旋转要求也不一样。特斯拉的14个旋转关节分布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其中腰部和腿部的关节需要更高扭矩和负载，而手臂要求灵活度更高，可以快速响应。光有关节还不够，在各家的机器人演示中，看到他轻巧的拿起鸡蛋，总会引发弹幕一片欢呼。而你妈从冰箱里让你拿个鸡蛋，你就完全没这个待遇。因为这个动作代表机器人已经能自己控制用多小的力拿起易碎的东西。这里用到的主要部件就是力矩传感器，但能把力的量值转换成电信号。根据力的方向维度，力矩传感器可以分为1至6维。1维力矩传感器很像一杆秤，只能测量一个方向上的力，而6维力矩传感器在笛卡尔坐标系中可以同时测量3个方向上的轴向力和3个轴向力矩。光看这些专业名词也很容易猜到，这种传感器性能最优，当然技术壁垒也最高，可以说是内部传感器的天花板。这样听起来，机器人的硬件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为什么工厂的机械臂干起活来又精准又丝滑，轮到人形机器人总是一副看上去不大聪明的样子？除了硬件设计，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和软件算法的配合度。我们人类花了上万年的时间才能行动自如，机器人也需要时间去学习如何控制全身的躯干和关节。比如说运行的不顺滑，或者说是不连续，动作做的不够好，不够快速，那这里面实际上就是受了硬件本身的限制在里面。对于研发者来说，他经常需要判断，到底是我的硬件做的不够好导致的，还是我算法做的不够好导致的。那这中间就是其实一来二去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各位也可以对比一下自动驾驶的发展脉络，从上世纪初提出设想到去年特斯拉 FSD V12 测试，走了近100年，自动驾驶才来到了准 L4 阶段，大范围落地还是问题。所以为了降低人们的期待，斯坦福在发布机器人演示时，还特地贴心地附上了各种哭笑不得的失败机警。前面聊了这么多，其实还没聊到最关键的问题，价格。
我们可以把硬件和软件加起来算一笔总账。造一台 Optimus 要花多少钱？一套旋转关节6000，一套线性关节3000，一只灵巧手5万，加上其他的芯片、传感器、电池、骨架、FSD 系统，最后光成本都要30多万人民币。而老马在发布会上说，未来一台 Optimus 售价是2万美金。现在来看，成本下降的空间还很充裕。也正是因为成本，波士顿动力都做出了改变，在今年4月宣布告别液压，向电驱转换。为什么？技术上来看，液压的扭矩大，可以做很重的事情，但液压结构复杂，容易渗油。这种构造如果在家用场景里，可以说是一场灾难，而电驱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通用和泛化性更强。最关键的是液压贵呀。原先液压 Atlas 价格在200万美元左右， Optimus 可只有它的1/30，而在压低成本这一块就不得不提到国内机器人的发展。当然，目前国内巨神智能也还在技术攻关阶段，这离不开学术派创始人的托举。以顶尖学府为中心，涌现了一批极具潜力的机器人创业公司，斯坦福、清华、浙大、港科大、电子科技大学。同时以优必选、宇树为代表的传统机器人公司也开始向人性发力。宇树去年宣布开发人性，才半年就推出了 HE， 今年的智一更是把价格卷到了极致。优必选接入了文心大模型，年初就送自家机器人警厂打工了，产学研联手，可以说一派轰轰烈烈的景象。问题是我们已经知道，深度学习下的 AI 虽然赋予了机器人灵魂，也让机器人的认知从墙上的影子转向了洞穴外的真实世界，但当前大模型的发展尚在初期，机器人成本还有待下降，所以在令人眼花缭乱、频频点赞的短视频之外，仍然没有哪家的机器人能现在直接上线量产。巨人智能它是需要比较有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它需要耐心的资本、耐心的工程师、耐心的市场，才可以有比较长远的发展。从1920年罗森的万能机器人，到星球大战的 C3PO， 再到西部世界机械姬，这些故事构建了我们对机器人的想象。在我们的预期中，机器人未来不只是我们的全能管家，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舞伴，同时具备功能性和创造性。即使这个预期是在几十年后的某一刻，但当下机器人的一点点进步，也是未来图景的一块碎片。这才是机器人热潮出现的最大动因。